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退役中将申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啊，川普说呢，格陵兰有了折中方案，所以关税不收了。但是这个折中方案是什么呢？真的是让他竟然可以收回关税，可见是真的谈得不错吗？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折中方案曝光了，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他们讨论的折中方案的内容啊，就包括了让美国在格陵兰实质拥有部分领土去作为军事基地，并且呢，去封锁俄罗斯跟中国开采当地矿产的权利。但是啊，现在川普说格陵兰威胁我们有这个折中方案已经谈妥了，所以呢，不会有危险了吗？现在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他了哈，因为他之前一度扬言要对这个欧洲8国去加征关税，虽然目前说不会推进，但是让人感到很困惑。专家更直言，不会有人再相信他了。那么现在《经济学人》呢，也特别用川普裸上身骑北极熊的照片，这个看起来可能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啦，毕竟他也是上了年纪哈。那这个是《经济学人》刊出的最新一期封面。说呢，这个川普收回对格陵兰动武及关税威胁，恐怕只是一个战术撤退。那更深层的风险呢，是在于啊，他对跨大西洋同盟的藐视。美国长期保护使欧洲忽略了硬实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欧洲除了努力维系跨大西洋联盟，也需要为北约可能不复存在去预做准备。那么现在说好了，这个格陵兰的协议谈好了，结果呢？丹麦说没有，你北约谈的不算。那丹麦跟美国谈了，格陵兰又说，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跟谁谈的呢？好，首先呢，就是川普说达成了协议，结果丹麦就说北约的问题呀，你这个没有办法来代替我跟美国跟丹麦来进行谈。好，所以说你北约不够格。好，那至于这个现在呢，丹麦自己要跟美国去谈，所以呢，法新社就报道了，说呢，双方美国跟丹麦要重新谈判一项在1951年就签署涉及格陵兰的一个防务协议。那么丹麦总理这个事情是证实的哦，说呢，我们丹麦政府呢已经跟美国的行政部门去展开合作了，并且呢，在针对格陵兰的框架协议去进行谈判。但是结果呢，这格陵兰本身的总理竟然说我不知情啊！你们谈了什么终极协议呀？格陵兰总理就说呢，我对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完全不知情，任何未经格陵兰同意的协议都绝对不可能去进行推进。好，真的是一个说不知道，一个说这个你不算数。好，那但是啊，现在呢，这个美国富豪呢都已经默默的看准了格陵兰这个商机了。好，这个近日呢，美国的多位富豪不约而同的都把这个巨额的资金注入这一座北极岛屿。其实啊，它就藏着华尔街与矽谷对于战略资源与地缘政治版图的一个精准圈地，而川普啊，就只是这个舞台上面的一个代行人而已。川普之前要侵略格陵兰的理由是什么？说中俄啊可能会对格陵兰这个航线啊等等的去进行侵略嘛。但是呢，一边用中俄当理由，一边呢又跟中国想要搞好关系啊。我们来看到呢，川普确定了说呢，他预计要在4月的时候前往中国来进行访问，还说习近平呢也会在2026年底去造访美国。贝森特更说了，说现在中美关系好啊，达成了良好的平衡啊，而且呢，习近平啊跟川普啊今年要见4次啊。他说呢，这个即便双方过去啊有分歧，未来不太可能演变成跟去年一样全面的经济贸易冲突。预计川习会有4次这个有没有冲突啊？要不要这个贸易谈判和谈都是你在说的啦。但是我们来看到呢，中国的经济似乎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吗？好，2025年呢，深圳的外贸总额4.55万亿，竟然是再创新高了哈。这个深圳的是已经位居了
内地的城市的一个首位的一个外贸数据了。而同时啊，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呢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尤其是人形机器人这个部分哈。2025年呢，中国大陆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140家哦，而发布人形机器人的产品超过了330款。那么据机构的测算啊，2025年中国人工智慧的企业数量就要突破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突破1.2兆元的人民币哦，可以看到呢，中国在发展科技啊、发展机器人这一块呢是不断在上升，所以美国现在才要格陵兰来加强自己的这个财政，或者是科技，或者是稀土，或者是什么其他资源吗？我们来请教亮哥。其实这个框架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讲的啦，可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自称川普是他爸爸哦。所以丹麦当然很生气嘛，说你凭什么代表我啊？现在大概是这样了，因为美国用关税威胁欧盟嘛，那现在欧洲国家，我觉得坦白讲，欧洲也不想淌这个浑水了，所以现在有一点过渡到丹麦、格陵兰跟美国这个三角架构啊，可是具体怎么谈还不知道。那我觉得美国的策略一定是先分化丹麦跟格陵兰啊，就是要格陵兰自己做决定啊。那一方面放一些话，说一个公民要给100万美金，那大概2万多个公民嘛，所以美国打算花200亿美元，这钱还是蛮大的啊。那就是格陵兰你公投了，独立啊，然后再来成为美国的。不知道用什么形式啦，很多啦，比如说波多黎各跟美国就是 Commonwealth 啊，那他有代表可以出席国会，可是不能投票，啊，美国其实跟他的属地有很多复杂的关系啦，比如说帛琉、马绍尔群岛就是自由联合啊，那国防外交交给美国啊，不知道啦，我们现在不晓得啊。不过我认为美国非常的坚定，而且不是川普而已。我认为有很多共和党人也认为格陵兰美国应该要掌握住啊。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原因根本就没浮上台面了。我一点都不认为是因为稀土了，因为格陵兰这个地方普遍的温度是-20度啊，它非常的冷。有些稀土地带甚至-40度，开采也不一定有经济价值。我觉得真正的理由是军事理由，就是美国觉得它需要北极圈的周边的领土，那不止格陵兰，还包括冰岛，因为格陵兰、冰岛、英国嘛，那个就是广义的，我们叫这个 GIUK 防线啊。就格陵兰、冰岛、UK 啊，那边可以阻止俄罗斯进去嘛，啊，所以我觉得是军事的理由啦，只是美国不想跟丹麦讲这个啦，我干嘛跟你讲啊？那当然也因为俄罗斯发展出那个波塞冬的海下的那个核鱼雷啊，所以美国认为它需要有北极周边的海下的探测能力，那就刚好是加拿大、格陵兰、冰岛啊这几块。所以川普的概念就是加拿大你就是第51州，冰岛是52州，啊，格陵兰我要并吞。我觉得真正的考虑是这一种的啦。那美国当然是愿意付代价，可是川普在达沃斯论坛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不是要使用权。他说：“使用权，你叫我们美国人用生命、用各种力量去保有，美国人认为没有价值啊。美国要的是 ownership， 是所有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坚定的。那我也认为美国早晚会达成目标，那只是说丹麦跟格陵兰各自找到什么的下台阶了啊。可是我认为这个议题。”川普不会停止啊，而且我觉得广义从欧洲的角度讲啊，北极圈被美国掌握，相对于俄罗斯
欧洲还是会选择美国吧。所以现在只是觉得说，你尊重人家一点吧，大概是这一种啊。只是说，你的并吞的手段能不能好看一点哈？好，我们来请教帅将军。所以我们看川普这批疯狂的行为，完全不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人物的作为。他这种先漫天喊价，我要加你的关税，我要用军事掠夺，我要用钞票来买，然后呢，换到他所谓的他要的属地啊，这个我们讲是附庸也好，属国也好，这个军事安全呢是比较人家听起来是有点这个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飞弹会经过这个上空，俄罗斯的水下核能这个鱼雷也可能过来，他要搞这个东西，所以啊，他的行为啊，很有意思。你跟当地人格陵兰的领袖要商谈吧，你要跟丹麦商谈吧，他们是拥有者嘛，结果是跟北约。北约讲的难听一点，这个吕特刚刚亮哥讲了，他是他干儿子，因为北约里面的组成呢是美国的将领，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军事上的联盟，所以他的秘书长当然也是亲美的，所以你跟这边讲就赤裸裸的就是用实力讲话，对不对？你欧洲要反我，北约撤出来，我不跟你玩。所以那个马斯克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那狗咬生人啊，就是陌生人，是为了保护主人；狗咬熟人，那是为了利益。欧盟跟他不够熟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奸商的这个基因呢，充分发挥。你看他从前面的地图炮的打关税，都是啊，我加你100，加你200，啊，然后再缩回来到什么15。可是另外要给钱，所以投资，所以这个200亿啊，我跟你讲，川普的这个一条战列舰就220亿，对不对？那你买你格陵兰200亿算什么东西？所以我讲嘛，他报纸还跟他讲，他口误讲冰岛，没错，冰岛、格陵兰、加拿大，都是他整套的战略思维。这位老先生哪里分得清楚？我讲干。格陵兰，他满脑袋就是冰岛、加拿大，这个格陵兰，所以你看他的野心呢，到时候都看出来了。最可怜的是欧盟，啊，当年付出深情款款，跟他2个多友好，现在把你卖掉，你一点皮条都没有，一点脾气都没有。所以应付这种人呢，只有跟他硬干。你这种软的跟他，就是被他一步一步的威胁。逼迫勒索拿到他所要的东西，所以嘛，狗咬熟人呢，就为了利益，那个不只是利益被损失，那个情商啊，情何以堪呢？所以这今天我早就讲过，世界大战还没开始，但是世界大乱了，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欧盟啊，如果想要跟美国硬对着干，那当然也要美国有害怕啊。你这个欧盟有掌握美国想要的东西嘛？好，那另外我们来请教这个吴崇涵教授。川普对于领土的野心我们可以从他当年放杰克逊总统的画像看得出来。杰克逊总统那时候美国处于西部扩张，他是想把德州并吞，当然他认为中期没有拿下德州。川普对这个领土的扩张野心可以看得出来，还有资源。其实我们用麦卡托投影法看那个北极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格陵兰占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它是加拿大格陵兰对，看过去就是俄罗斯啊，那中间隔了一个什么北极海？北极海现在重点是在融冰了，那我们不知道未来它融冰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融冰更快，它会变成一块海。如果变成海洋的时候，两边我想在北极那边的地方的战略要地格陵兰就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想川普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非常积极用不同的手段。想要来跟格陵兰、丹麦来谈。第一个，我们知道他这种 taco， 他一开始跟你瞒天喊价，刚才前面2个就讲，他说我买断嘛，一个人给你100万美金其实格陵兰他的居民是56000人，所以他大概花的是，抱歉，56000人所以570亿左右，他就可以买下格陵兰。问题是，这个我觉得格陵兰自己总理讲说，格陵兰不是丹麦人，格陵兰不是丹麦的，格陵兰也不是美国的，格陵兰是格陵兰的那这样该怎么办？那当然，川普的团队说，如果你们买断不行，我们家有许多方案，比方说有人提出像
香港租借99年，像新界这样子。还有人提出所谓刚才亮哥讲的波多黎各方案。那波多黎各非常有趣，他们其实就是美国未合并的领土。简单讲，波多黎各人只要出生，你就拥有美国公民。对，你可以到美国念书定居都可以重点是美国对波多黎各有绝对的什么经济跟安全上的一个我们讲的主权的扩张。比方说，在波多黎各你可以用美金，那在波多黎各的安全上，美国也是负责的。所以基本上有人就提出，你用波多黎各方案让格陵兰看可不可以加入美国的，我们讲成为第52州53，因为波多黎各之前有公投当然坦白讲，波多黎各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但他们决定权最后还是在美国这是波多黎各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人的讲法是说，那如果川普这么多的要挟下来都没有成功，接下来会回到一种叫做我们讲的，他部分的在格陵兰上要求格陵兰给他所谓的具有主权的军事基地包括我们在讲的，现在在讨论在1951年美国跟丹麦签署的格陵兰防卫协定就是美国在格陵兰有军事设施。那这个设施在2004年的1+利土协议上又更新了一次那目前最主要是保留了皮图菲克以前叫做图勒啦，有个运动品牌叫 Thule 它的图勒协议就是让美国在格陵兰上面拥有军事基地。那我觉得川普的最后的一个防线就是，如果你们格陵兰我不能买断，或者你不能成为我们的波多黎各的样子，那至少我要在上面具有美国军事基地之外，这军事基地呢是由美国有主权的。那就要看了。我们知道领土可以划分，问题是领土划分的功用、领土划分的过程是非常伤脑筋的。这就是变成是丹麦跟格陵兰跟美国这刚才讲的三方之间该怎么去谈川普在格陵兰上要怎么划分他的领土。那具有领土主权这个军事基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在上面他可以做各种事情，包括他部署他的精虫系统，它上面他要开采，要做科研要做任何事情，他在上面都可以处理。所以我觉得以川普这个 TACO 的谈判法则，如果格陵兰他没有坚守到最后，如果他现在就说好，那我们全部给川普整碗拿去，我们成为美国第53州好了那坦白讲那个我觉得川普可能这个就得了他的意问题是现在感觉卡在这边，后续啦，我们还可以看很多他们之间谈判的要点。感觉现在是有一点，就是大家都没有一个下台阶。但是老实说，就是川普如果想要真的在格陵兰上面做什么事情，丹麦会阻止吗？好像也很难说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的和平理事会真的登场了。这个理事会是要来取代联合国的吗？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呢，川普在22日在瑞士宣布，他提倡的这个和平理事会正式启动了。目的呢是在促进稳定、恢复可靠并依法运作的管制架构，并且确保受冲突影响或者是面临冲突威胁的地区能够实现永久的和平。那么川普呢还在仪式上面宣称世界比1年前已经变得更加富裕、安全，也更加和平了。你讲的都不心虚吗？你自己打了多少国家？好，再来看到这个白宫的官员也说呢，现在呢已经向50国都发出邀请了，那有20国的领袖会出席仪式。目前已经有35国要承诺加入喽，但是加入这是有代价的，像是你想要成为这个常任席位的话呢，你必须要支付10亿美元的会费。那么外界就批评这个理事会可能会变成一个要付费入场版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但是刚刚说到了很多的国家呢，其实是对这个有一点兴致缺缺的，仅有19个国家去出席这个和平委员会的一个签署仪式，包括了阿根廷、匈牙利等川普盟友在内19个国家跟高阶官员领袖跟川普同台在这个和平理事会的创始宪章来进行签署。但是很多主要的国家，像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的国家都没有派代表出席，甚至呢中俄也缺席了哟。部分国家更直接明确的拒绝了邀请。那么英国的外交大臣就说了，英国今天不会成为签署国之一，理由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丁获邀加入感到很忧虑。
那么意大利的总理也说了，说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工作必须完成。但是呢，他的立场是开放的。而另外 G7 呢是没有人来进行响应的。而刚刚说到了加拿大缺席，但是啊，现在川普对卡尼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说呢，我把加拿大的入会邀请给撤销哦，我不希望你来加入了。那么现在卢克尼克呢也去批评加拿大竟然向中靠拢，很荒谬，还说啊，你小心一点，可能会影响新谈判哦。好，这个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了，说你认为中国会开放经济接受加拿大的出口吗？这是我见过最荒谬的事情了。但是卡尼确实跟中国谈好了很多事情啊，像是油菜籽油啊等等的。那卢特尼克你是在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卡尼呢也是跟美国对着干哦，甚至呢是反驳川普说加拿大要靠美国来存活的理论啊。这个外媒就说了，他这样子的演讲呢是很具有一个象征的抗美意义。我们来听一下。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uilt a remarkable partnership in the economy, in security, and in rich cultural exchange. But Canada doesn't live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rives because we are Canadian. 好，而对此他的这一段说法呢，总理办公室的人员说啊，这个发言呢是卡尼他自行添加的，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讲话内容哦。但是呢，恰巧演讲的本来就具有这个抵抗美国的一个象征意义。那么现在啊，这个其他的评论员也说了，说对比一下卡尼跟川普的演讲啊，简直就是一个是勇敢，一个是癫狂啊！哈，这个评论员克鲁曼啊，他是诺贝尔的前经济学家的得主哦。他说这两场演讲呢，是引来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卡尼呢，他赢得了满堂彩，而次日川普的演说却引来了阵阵的嘘声。但是现在啊，刚刚说到了加拿大去找北京来拉拢嘛，那现在呢，北京呢还愿意与英国去强化、深化经贸合作，缔造一个友善的投资环境哦。好，中国大陆说了，中方呢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下，与英国去深化经济与贸易合作，共同推动更有利的商业与投资环境，展现北京持续对外释出的一个合作讯号哦。不止加拿大啊、英国啊，哇，好多个国家以前是美国的盟友哦，现在都通通跟中国破冰了，这是不是就是川普亲手敲碎了他们的这个格鲁萨克逊联盟呢？通通都是川普一手造成的呢。好，所以现在这个和平理事会啊，到底会不会成啊？我们来请教郭正亮亮哥。这个成也没有意义了。本来因为联合国那个5强是2战形成的嘛，所以那个否决权，你说你要甩开，然后搞一个和平理事会，只有川普有否决权，这有什么正当性啊？这个其实现在有点类似啊，一个美国，然后其他都是小矮人啊，这有什么用呢？啊，因为影响中东主要的国家大家都很清楚嘛，那些国家一定要参与的啦，比如说俄罗斯啊，甚至包括土耳其啊，一定要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国家要参加，沙特阿拉伯啊等等啊，那看起来不容易成局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其实我们不用对川普每个议题都那么关注了，因为他每几天就有一个新议题啊。那个我倒是觉得卡尼蛮有意思的啦，因为在达沃斯演讲，然后又在魁北克演讲啊，跟美国的距离真的是越拉越远啊。他在达沃斯演讲其实有讲到几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这个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的秩序已经瓦解了，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啊。那第二，加拿大不能再走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美国的那种路线了。加拿大的出口有72%到美国啊，坦白讲，我们台湾才20几耶，加拿大72哎，你想是什么情况？还有你的防御，坦白讲也是跟美国联合的啦，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要走比较多元的路线啊。那他还讲了一个观念蛮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要依照议题来创造伙伴 ，create partner issue by issue。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我不站边了。那我跟中国要谈啊，因为我们互利啊。他愿意买我的油菜籽啊，他愿意买我的牛肉啊，我就愿意买他的电动车啊。所以我是觉得，大概就是一种怎么说，你也可以说是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啊，说加拿大要做自己啊。那最后一个号召，我倒觉得没有现实意义了，说我们中等强国要联合起来啊，坦白讲，这个做不到了。历史上中等强国从来都连不起来了因为历史差太远，所以通常都是大国的联盟，那看谁搞的联盟比较大，那就成为秩序的主流。这个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啦。不过卡尼他讲了，坦白讲，他的这个演讲，有人说这个应该编入国际关系的教科书了，是里程碑的演讲啊，那个相当具有历史意义了啊。因为川普这个路线至少还有3年啊，至少他只做了1年呢，感觉非常就搞得这个世界这样东倒西歪啊，那还有3年。那如果是他的接班人像 Jelly Fans 又连任，那 Jelly Fans 我觉得至少2年一定是川普主导的路线啊。我认为他要独立也不容易，所以川普这个路线可能还会走一阵子。所以卡尼这么勇敢，这样跳出来啊，把自己的做法讲清楚，蛮了不起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这个吴崇涵老师。川普要成立这个所谓的安全理事会非常有趣。他想 bypass 跳过联合国，甚至讲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互相否决，我们讲 veto power 的上一个滥觞啦。其实我们讲说联合国过去大家问题就是它本身的制度它不能解决，因为当他们要解决的时候，5强的否决权就否决了他们的改革的提议。那川普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川普过去都一直欠联合国会费，他不想缴所以他认为说他邀请了这21个国家来签署，其中中东、中亚国家占了大多数。那这些国家呢，川普说你要加入可以来付10亿美金的会费你付钱，你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所谓新型的联合国安理会。所以有人说它是付费版的联合国安理会你付钱就可以来决定一些事情，来讨论和平与战争那当然，许多外媒也报道，像美联社跟 BBC 是说川普这是在达沃斯然后主张这个签署这个和平宪章当然了，他一来是想要说现在的国际秩序失衡失能，而且呢，他想用他自己的川普主义来建立一套国际秩序。简单讲，他要打破过去以多边、以价值、以集体安全联合国我们讲集体安全来倡议的国际秩序。川普他不要，他要的是一种所谓的交易型、美国至上而且呢付费型的安理会非常有特色，非常有创意。问题是，我们讲的强权我们讲的像 G7， 没有人买他的账。你说除了我们在5强之外，其他的 G7 的国家，甚至我们讲的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不买他的账。现在欧盟对川普是非常感冒那你没有欧盟，你没有北约的这些人的支持，你基本上你要做这种集体安全是很难做出来的。坦白讲，我们过去像有许多政治学者都讲了，早期的北约为什么可以成立北约，是因为他们北约的成员国对于价值的看重，对彼此的学习，这种学习内化之外，他们可以彼此互相的忍让跟牺牲，才能做出这集体安全。Carl Deutsch 讲得非常清楚，这叫做集体安全的社群。川普不是，川普要交易型外交，要这种利益至上。当然了，我们可以讲说，他完全的否决这种所谓的价值为主的民主和平论，他想用他自己的所谓的利益和平论来用利益来创造和平，有可能有可能问题是这种东西遇到了，我们讲了，有许多国家，他跟你利益不相似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这些国家他们摆明讲说你可以用钱买来和平，那我付钱来买和平，可不可以？所以川普接下来会遇到许多方面上面的问题，以他为主，以美国至上为主的和平
是不是世界要的和平？他打破全球的这种合作机制，那想创造一个自己的机制，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短期2、3年，他很难真的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好，我们可以继续看这场大戏啦，这场大戏。对，所以这个和平理事会啊，最终可能就是他众多的发言的其中一个，但不一定会成真。看起来也好像没有人想理他。好，我们来请教税将军。这个东西啊，美国自己这些年来在联合国，他觉得玩不转了，哎，耍不开了，他就干脆自己自立门户了，搞一些小国家跟他凑合一下，而且他这个规则也太扯了吧，就只有你一个人当领袖，当这个有否决权，那其他都是听话而已。那大的国家你还要缴10亿美金，我敢讲没有，没有几个国家可以缴这个钱，大概只有中东的油国哈。第三个，我们讲卡尼他现在讲的是叫军事上的经济上的联盟跟中横合作，跟中国啊，跟美国。可是川普拿到手上玩的叫军事联盟。军事联盟有一句话，刚刚亮哥讲的，中等国家不可能有军事联盟。我讲的不可能是在哪里？你地缘上隔了这么远，就没有什么军事联盟。当初美国为了要伸展它的霸权，在全世界驻军，全世界的海港、海峡、这个运河口，它都驻了军队，它可能会有影响力。现在美国的军力已经有点疲惫了，他准备撤出来，所以你讲军事联盟，你能 cover 到哪些国家？很简单嘛，你对台湾的保护，你都不敢讲一句很实在的话，对不对？因为你的军力已经到达不到这边，有取胜的希望，所以军事联盟现在只是拿来做吓阻的、吓唬人的东西。你看他这次很巧妙的对格陵兰，他就利用俄罗斯打乌克兰的膨胀，让欧洲产生恐惧，对不对？然后再讲出这些话，其实他是很巧妙的运用的这个国际上的现实，但这个就有一点玩得过头了，到时候很难看下场。因为什么？我们看办一个活动啊，都要请很多大的明星啦，这个网红啊来捧场。你机器不参加，中国、俄罗斯没有反应，你玩那个把戏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都是些小咖，而且是不缴钱的，对不对？那你自己去玩，所以联合国啊也被他玩完了。他当年的盟友机器也被玩完了，所以基辛格那句话真的很准：当美国敌人还好，当美国的朋友很危险，真的很危险。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川普的这个和平理事会哈，我们真的是看看就好吗？但是呢，他也退出了很多的这个国际组织啊，有66个哦。那接下来美国到底要不要在这个多边的这个全球关系之下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关注我们的邻居日本论坛的日本政坛的情况哈。我们知道呢，今天呢下午高市早苗就要解散国会了，要举行史上最短的一个国会改选。好，最短呢这几天只有16天而已哦，因为日本众议院呢23日下午开议之后就要解散，那么高市早苗内阁呢会在这个临时内阁会议中拍板选举日程，就是27号公告，然后2月8号就要投开票。从解散到投开票日仅仅16天内，这成为了日本战后一个最短时间的一个短期决战。那么现在呢，日本还有高市还面临了一些问题啊，像是呢之前呢自民党被说是收回扣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候选人呢都被严厉处分了，但是这一次呢一改态度哦，很多人呢还是去获得了这个参选众议院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就被人说这一次呢他们被这个重新的去获得了参选资格，这代表呢前安倍派正在复活，这个复活的情况呢正在加速。好，但是啊现在呢日本呢好像也没有美国爸爸可以靠了哈，因为川普很多的一些政策啊，都让人家觉得说美国好像呢已经不管其他的盟友了哈，所以现在日本也萌生了一个以美论这样子的态度。
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日本保守党的众议员呢，他虽然是赞扬川普对于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威权政权采取强硬立场，但也直言呐，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对日本实在是太不利了。好，那另外呢，这个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教授也说了，说日本政界呢，现在啊，各派都对川普在关键议题上面的立场是越来越忧心了，都加深了说东京啊可能会被遗弃的恐惧，还表示啊，说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尽其所能的留住美军，日本希望能够撑下去，直到一位更正常的美国总统就职。因为以前都是美日同盟，美日同盟啊，怎么知道这一次川普呢，竟然呢，不管你日本了呢，甚至还去打其他的这个国家，连加拿大都要跟他闹翻呢。好，我们来看到，而且日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日债危机，而且日债危机呢，可能去引发这个美债危机哦。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对冲基金的一个创办人哈，他是一位大亨哦。他说呢，现在日本国债啊，本周是遭遇到了一个大规模的抛售，应该要视为对美国政界人士的一个明确警告，敦促他们啊要赶快去改善国家的一个财政状况。好，那现在呢？中国也跟日本闹翻了嘛，很明显的，那现在这个紧张的关系是延续到了这个日本驻重庆大使领馆，到现在呢，这个领事都还悬缺。NHK 就报道了，说呢这个悬缺是事实，但是是属于人事事项，这方面不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很简单呐，就是你中日关系紧张之下嘛，新任的人事你怎么派都没有获得中国方面的同意，就是被中国大陆给给卡关给刁难了嘛。那么现在呢，日媒也分析了这举动就是针对这个高市早苗没有收回台湾有事发言的一个刁难行为，而且呢，这个驻重庆总领事一职呢已经全缺快要1个月了哦。好，那现在啊，不只是这个领事悬缺啊，当然这个影响最深的就是你经济了嘛。我们来看到啊，中国游客2025年10到12月在日本的消费呢，竟然是缩减了17.9%哦。这个金额啊，这样换算下来呢，其实都是到上亿的日元的。那另外来看到呢，其实中国大陆啊发展的不错，现在呢竟然是连太空旅行也开始起航喽。好，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公司指出啊，他们目前所属的一个商业载人飞船已经启动售票喽。那这个票价是多少呢？每一张是要价300万元人民币，大约是1358万的新台币哦。未来呢会配合飞船研制还有试验进度规划。2028年的时候呢，就要来进行载人首飞。那么这个艺人呐，黄景瑜呢，他已经预约了，他要成为首批的太空这个旅行的一个旅行者。好，这个是浙江在线的报道说黄景瑜呢成为009号的太空游客，而且他也表示呢，他非常荣幸成为一名太空旅客，将乘坐中国自己的飞船，亲身抵达那一片星海。那现在这个1358万台币的票已经卖了几张呢？目前是预售了20余张啊，目前这个预定费用是10%，而且呢，你还可以去锁定这个飞行的次数哈，这是登上了中国的热搜哦。太空旅游不是只有美国啊，中国也能够干。好，那现在啊，这个来根据这个YQY 的数据显示啊，到了2032年呢，中国大陆呢进太空旅行者的市场是可以达到8.9亿美元的哦。2026到2032年期间呢，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3.6%。太空旅游真的是越来越夯了。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日本的政坛呐，高市这一局是不是一个政治豪赌呢？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觉得高市当然是假定他个人的高声望可以带来年轻人的投票了。那如果年轻人踊跃投票，都支持自民党，那自民党渴望得到比较多的席次嘛，可是这个是有风险的啦，因为日本的选举跟台湾、韩国不一样，那个大规模的群众造势其实很少，所以这个选举。众议员守自己的小选区啊，领导人的魅力能不能转嫁，产生群尾效应啊？
实在很不容易了。不像李在明是选总统嘛，我们这边是选总统，所以有那种大规模的群众造势，日本基本上是没有的，会非常冷啊。而且目前在野党也知道，不要去跟你搞那个中国议题了，他现在大概都，比如说你这个收回扣了还要选，用青年问题来打你，政商勾结来打你啊，还有说你们跟统一教勾结来打你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民党，因为他以前只选比例嘛，那区域选票他们都是投给自民党的，那现在国民党跑去跟立宪民主党联合，光是这个区域投票，自民党可能就要少到10席哦。所以高市能不能补充这个10到12席，国民党给你的席次啊，也有待观察了。我认为大胜的几率不大，有可能小胜，就继续当总理了啊。可是有一个变数啊，就是日债的问题啊。就有人讲到日债是不是面临了英国那个首相特拉斯的时刻啊？那个时候英国就是你这个不断的减税嘛，比如说你的食物要减税嘛，要从8%要降到0啊，然后你财政支出一直扩大，那有人就会怀疑你财政撑得住吗？所以你看它那个日债的殖利率暴涨，然后日债的价格猛跌，特拉斯就是这样下台的。特拉斯那个时候大概连续8天吧，连续暴跌，那人家就觉得你不适任了。我觉得这个对高市早苗是一种风险啊，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说，日本央行要进场买日债，还有那个日本的寿险公司有一家啦，也要进场买日债。可是我跟你讲，你只要买日债，你就得罪美债，因为钱会流动啊。那美国贝森特就警告日本，你们不可以去买日债啊，因为你买日债，我美债会跌啊。所以我不知道高市早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了。到底要救日债还是救美债，只能选一个。好，我们来请教帅将军。首先讲高市的这个军事上的忧虑啊，日本很多政治人物已经在讲，怀疑美国支持日本的力道了。那高市早苗又在推他的军事扩张。据我了解，日本的自卫队啊，从来就是不是很热烈的这个去入伍的，因为他担任专守任务的时候，没有什么战争风险嘛。专守任务就是防御性的嘛，你政治上不去挑衅，就不会有战争嘛。那现在自从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他就有事啊，再加上中国大陆除了经济上给你制裁以外，军事上的军演就在你周边，俄罗斯也参加，所以高市早苗为什么急呢？急在什么？他讲完这个话以后，美国没有表态支持他，所以他急急忙忙要在川普跟中国谈判之前呢，要先去见川普，要的一个什么口头的承诺跟保障。那现在这个问题啊，这个他的政党他是可以利用他的高知名度，但是问题是他的经济上也有问题，他的军事上也有问题，因为有真正战争风险的时候，日本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自卫队的意愿就降低了。这个东西是要玩命的啦。以前为了一个职业，他可以当专守任务，现在虽然日本有钱去做军火，做这船舰只，坐飞机，但是自卫队的士气是不是能够支持？而且你面对的是俄罗斯、朝鲜、中国3个巨强，如果美国川普没有明确的予以保障的话，那自卫队现在很担心，就希望能够拖住日本，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不要再减少，再减少我那个军事上那个 bluff 就穿帮了，因为你自卫队总数也只有那么多嘛，你面对俄罗斯跟中国的军事加经济的制裁的话，日本局面也很难看的。所以现在有醒觉的反对党的人就出来讲了嘛，你那种行为对不对？
所以高市早苗迟早会面对很多的质疑了。所以现在看起来高市就算是解散国会了，但是要重新改选，不见得真的能够拿下很多票哦。好，我们来请教吴老师。这是日本众议院改选总共是选465席单一选区是289，然后比例代表是176那当然这一次的选举最大的亮点就是第一个，它是1966年佐藤荣作之后第一次开议之后就解散国会然后也是二战之后最短的选举，16天那这一点我觉得高市都有他的想法他就想要来一个非常快速的让你无法很快的打选战，闪电战，闪电战，然后呢，继续做他的这个首相的宝座。那这一次还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去年自民党跟这公民党这个自公联盟，有点不好听，但是被破坏了之后，那就被它变自卫联盟，维新党。那这一次他们两个可不可以刚好这一次自卫联盟可以破一半的233席，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面对这个新的政党我们讲立宪党，还有公民党的立公联盟，这名字都非常有趣。立公联盟，他们现在成立一个叫中道，叫中道联盟。那当然有很多人说，面对这个冬季选战，因为日本下大雪，投票率可能高不起来。他们日本投票率一般也没有很高。对。再来就是这么短的选举，那对于这个所谓反对党立宪跟公民党的这个合作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是立宪公民党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他们用一个策略。刚才亮哥也讲了，国民党过去都是投这个所谓比例代表，他们在单一选区很难去跟自民党或是我们讲的立宪党做很大的 PK。那这一次他跟立宪党合作最重要的是立宪党人说，那我们在比例代表上面排名，我让公民党的议员排前面一点，然后让你的选票转化到我们的比例代表，在这个区域代表里面。简单讲就是立宪帮你冲区域代表了区域的选举，然后呢比例代表我们让你排前面，这是他们的策略。但他们策略还有很多要打黑金要打是不是冠夫姓他们打很多这个外国人的议题，这就是反对党他们想要趁机把它扳回来的。那我想这是维新跟这个自民党这个自卫联盟的合作也是一个亮点特别是我们知道维新跟自民党跟高市最主要合作是高市的本命区在关西维新的最大本命就是大本营是大阪那维新如果除了大阪之外，坦白讲我觉得他在大阪区之外的票源都会被所谓的参政党拿走，基本上这一次维新他的在大阪外的票源可能会丧失很多。那变成说这一次如果自民党跟这个维新的自卫联盟要胜，可能是惨胜也不会赢很多那当然这有赖于这个高市，最重要是高市他的高人气之外，他又用了2个我们讲非常年轻的这个 Kamala Face， 日本讲 Kamala Face， 对不对？小泉进次郎跟那个 Hexas 2个在比那个体力在日本很红年轻人觉得哇，我们的国防大臣体力这么好，对不对？还跳伞，对，让我们想到我们台湾是不是也要这样子但是我就不要再讲了。